今天又是周末了，丽丽带着麦麦去参加麦麦同学的生日聚会了，家里边就剩下我和豆豆。下周呢，看天气预报显示可能就要霜冻了，所以我利用这个时间把家里边剩下的一些蔬菜给它摘一摘，以免到霜冻日之后都给冻坏了。同时也带大家看看这些不耐寒的蔬菜在最后的拉秧处理前还能有哪些收获。先来去看看糯玉米吧，丽丽昨天已经摘下半车了，我再过去看看，把剩下的都给它摘回来。这最后一批的玉米呢，它在外围部分呢通常都长得比较好，但是那些长得比较好的我们都提前掰下来已经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长得有点瑕疵或者是不是特别好的了。看看这些收过玉米的地方，还有个别的一些遗留下来的，这种是那种黄白色的糯玉米，这种玉米还是挺好吃的，把它掰下来。来看看这黄白色的玉米颗粒，这其实已经算是长得不太好的了，而且现在稍微的有一点点老了。如果煮的话，有一点点硬，但是还能吃。剩下的玉米呢，主要还是在这一片，我把它们都给摘回去。看这边这种紫色的糯玉米，感觉这是被老鼠爬上来，已经给啃过了。种玉米就是特别容易吸引各种各样的动物，鹿也爱吃，老鼠啊、松鼠啊也特别爱吃。看我这菜园，左边是今年一直打理的，这一片种的是玉米，然后右边这一片已经是有2年都没打理过了，现在长出了好多这种野生的灌木，现在开了好多的小白花，还挺漂亮的。不过我正在愁呢，这些开了花的小灌木可怎么处理呀？可能只能等到冬天的时候，它们都干了，那个时候有可能容易拔出来，再把它们清理掉了。去把推车给推过来。还好当时这一片清出了一块地方，可以把车拉过来，否则如果都长满杂草的话，这推车都推不过来了。开始把这些玉米给摘下来。现在剩下的这些玉米啊，个头确实是不算大，因为最后一批种的真是有点晚了。我今年呢是种了好多批的玉米，这一片是最后一批。这一批因为种的晚，所以在玉米长大的时候天气已经冷了，其实是错过了它这个玉米的灌浆期了，所以就导致个头长得普遍都不是特别的大。不过怎么说呢，还是聊胜于无吧，因为这么大的地，如果你不种玉米的话，浪费也是浪费了，种一些呢就还是有不少的收获。这单个的个头虽然不太大，但是咱们的量多呀。这糯玉米煮一煮啊，烤一烤，还都是挺香的。像这种长得不好的，或者是被老鼠啃过的，也都可以给收回去。因为再差的情况下，你把它用来喂鸡，也是挺好的。我还是拿这个筐来装吧。外边这一排掰起来还是挺好弄的，一会儿里边那一排是不那么方便了。还是有一些个大的长在外边的。明年再种这最后一批玉米的时候，我还是不这么极限了，还是给它提早1个月。这样的话，单个这玉米穗起码能比现在要大1倍以上吧。现在该去里边，把里边这一排掰下来了。这最后一批玉米啊，在种的时候还是有点密了。我今年买了播种机，明年春天在种的时候用播种机，这样它的间隔就比较合理了。太密的一个缺点就是它靠里边的见不到阳光，所以长的个头就会更小了。之所以种的比较密了，主要还是没考虑到这玉米的出芽率还真是挺高的。以前买的好多玉米种子，它出芽率比较低，你要是种的稀疏了，那可能隔很长的距离才发一个芽。但是这一批的玉米呢，真是几乎每一粒种子都发芽长出苗了，所以就长得就比较的密。又是摘了一筐。感觉这推车都可能装不下了，还剩下好多呢。其实看这些把头的地方，接触阳光比较多的，这玉米穗的个头就相对要大不少。看这一面向阳的地方，这玉米穗长得就比刚才背阴的地方要大多了，而且像这一颗上面结了2个，一个小一点，另外一个就大了好多。看这2根长得比较大的，这个头基本上就算是达标了。这阳面长得比较靠外的，个头差不多都是这样。先不管大小了，全都给它摘回去。哦哦，
哎，这一车已经是装满了。外边这一排摘完了，我给它踩倒线，这样等会儿摘里边也方便一点。这些采倒的玉米，经过一个冬天，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到时候拿割草机从上边走一遍，基本上也就打碎了，然后把地翻一翻，这块地就可以继续种东西了。我看来还真是有不少都被老鼠吃了，这老鼠也太能爬了。这种我就摘下了喂鸡了。像里边的这一根都已经快被吃光了，看看。这边这一片呢，玉米旁边种了覆盖作物，现在都已经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这边小推车就没法拉过来了，只能是用筐摘了之后，拿到另一边的小推车上去。这覆盖作物里边长得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这种大叶的萝卜，还有这种细叶的黑麦，然后那边还有一些这种豌豆。今天的风呀，真是有点大。看这种个头，真是挺大的。哇，找到这种大肉虫子。来，扒开一个紫色的糯玉米看一下，这个颜色是特别的重，尤其是煮出来之后，整个锅里边都是紫色的。然后你吃完之后啊，嘴唇呀，还有手上全是紫颜色，洗都很难洗掉。来，稍微凑近一点，看看这紫色的糯玉米，这皮儿都给染成紫色的了。又摘了一筐，哇，真的是放不下了。稍微给它摆放一下，别一会儿掉下来。这一车先把它拉回去了，剩下的等把这一车处理完之后再过来摘。现在感觉把这一车推回去也是一个挑战了。哇，这一车真是太重了！哇，这满满的一车呀！刚刚注意到这棵枣树上有一颗枣已经红了，我把它摘下来。豆豆在家里看电视呢，我把枣拿给他吃。刚刚走过的时候，发现这一片混合种子的覆盖作物长得都挺好的，但是右边这一片原本是种了好多冬豌豆的，发现怎么没有冬豌豆苗了呢？又仔细的看了看，这全是被鹿给我啃光了呀！我这菜园啊是被鹿群给盯上了，当成他们的食堂了，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只能抽空尽量的把周围的篱笆给它加高加固吧。感觉今年这甜椒和辣椒啊又是种多了，真是太能结了。我感觉每个品种大概种个2颗应该就足够了。看着五颜六色的，还是挺漂亮的。这边的辣椒呢，丽丽前几天已经摘回了一大批了，现在地上剩下的应该都是她摘的时候不好的给扔掉的。这边还剩了好多这种泡椒，不知道他还想不想摘回去了，因为家里边已经有挺多的了。这边这棵上面还有不少这种长得也不错的红辣椒，估计应该是给落下了。这儿也还有大量的泡椒，旁边还有好多的甜椒。不管怎么样，先摘一批这甜椒回去吧。还有不少的甜椒是因为摘晚了，都已经烂掉了，有点可惜了。还像这种早就变红了的，也是没来得及摘回去，像这些地方都坏掉了，扔掉了。这些甜椒在青的时候都是长得特别好，一旦它开始变红或者是变黄，就比较容易烂掉，所以还是得及时摘回去。看，发现了一只鸡特别喜欢吃的蚂蚱。当初夏天刮大风的时候，这批甜椒还有辣椒好多都给吹倒了。本来当时还打算扶起来，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就没弄。现在想想，多亏当时没有浪费那个时间去把它们扶起来，给它固定好。因为现在的产量看样子就已经会浪费不少了。我就先捡这些个头稍微大一点的摘了，小的就等以后再说了。还有就是这种稍微变一点颜色的也给它摘回去。你看，像这种倒下来的，其实下边好多长得特别大的这种甜椒。看这棵这儿也长了不少，这种个大的给它摘下来，小个的再让它长几天吧。
看这儿还有这种，这轻轻松松的几颗辣椒上面就摘了这么多，这就差不多满了。这边还有好多这种樱桃番茄，品质都不好了，就不要了。再摘几个这个变黄了的吧，把这个筐装满。像这种当初用铁笼子架起来的甜椒，它的产量明显要比那些趴在地上没管它的要高多了，而且上面结的甜椒的品质也要好一些。看看这背后还藏着好多呢，这是另外的一种甜椒了，它个头相对小一些。我看这一个分支下边这么多。这儿还有一个已经垂在地上的分支，看这还有这种巧克力颜色的甜椒，真是五颜六色，什么样的都有。行了，差不多已经装满一筐了，就先摘这么多吧。哎呀，本来想走的，又看到两个已经变颜色的，还是摘回去吧，否则的话霜冻了，浪费了就可惜了。这儿还有这种半黄半绿的，也给它摘回去。其实现在这时候吧，天气预报也不是特别的准，因为已经到了平常该霜冻的时候了，所以理论上下周随时都有可能霜冻。特别是像我这地方，它微环境的温度又属于这区域比较冷的，有的时候虽然天气预报没有报说是会霜降，但是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是气温已经是足够低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地上一层白霜，那就说明这区域已经是霜降了。如果被霜打一下，就像这些辣椒啊、甜椒啊，还有各种不耐寒的蔬菜，它有可能是冻不坏，但是它品质一下就不行了。其实很多耐寒的蔬菜，比如说大葱，在我这区域它是能够越冬的，但是它的叶子如果被霜打了一下，那品质和口感也是会下降好几个档次的。哎呦，这一大筐搬回去。每次路过这儿都有熟了的无花果，这又能摘回几个去了。又是摘了一小把，其实如果再等它熟的再透一些，那就甜度更高了。这些已经自然变黄的茄子都已经很老了，就没有必要再摘了。这批大番茄也是拉秧前还剩下最后一点果实，品质都不行了。回头把红的给它摘下来就喂鸡了。看这黄秋葵居然还在开花，这秋葵也是实在是太能结了，好多都来不及摘就已经老了。像这种新长出来的小不点还是挺嫩的，还能吃，但是也没有什么必要摘了。这秋葵呢，今年的种植季节就算是结束了，剩下的都不要了。这边的樱桃番茄也没什么好的了，也都不要了，直接拉秧了。这大葱也还是剩了不少，争取这几天也给它收一部分放到车库里，这样的话能放很久。这边冬瓜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全都被丽丽给收回去了，还剩下一些像这种长在网里边的，长得也挺不错的，估计它是不想要了。我们回头可以把它从网的地方用刀给切下来，看看本身长的形态还是挺好的，就是钻到网里边去了。这个也是一个尾巴夹在网里边了。花椒呢，丽丽前几天也是摘了一批，不过摘起来实在是太费劲儿了，慢慢来吧，争取下周也都把它剪下去摘回去。甜椒呢，其实也能放上一段时间，不过这么多，而且还有好多没摘呢，还是得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处理掉。丽丽前些日子摘回去的辣椒也已经洗干净、晾干水分了，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准备做成辣椒酱、剁椒，还有泡椒，这样后边就可以储存起来了。把鸡蛋也给捡回去。这3天我们都没捡鸡蛋，攒了这么多了。哎，小芦花你又来了，捡了有1盆的鸡蛋。今天看看有这么多，前2天有下雨，所以一下雨鸡蛋上面就会弄得特别脏。再捡回去2撮韭菜去，给豆豆做个韭菜炒鸡蛋吧。现在这韭菜呀是特别的嫩，特别好吃。来看看，吃韭菜就是得春天还有秋天，感觉有点少，再捡上1撮。又捡了2撮，这些应该是不少了。韭菜虽然是非常耐寒，霜冻的时候还是应该尽可能给它盖上无纺布保暖的，否则被霜打一下也就不好吃了。如果有小暖棚保护的话，那这批韭菜还能够吃一段时间。
现在又到了看红叶和黄叶的时候了。我后院有一棵树，长得还是挺漂亮的，红红的。这些是丽丽收回来的冬瓜，放在车库里边保存。下边还有一排。今年只种了小冬瓜，没有种大冬瓜。这小冬瓜还是没有大冬瓜耐储存。虽然现在天已经凉下来了，但是这些冬瓜还是得尽快的给它处理掉的。